甄嬛傳》就是一個巨大的晚晚淚傾，而安陵容能夠一路走紅，也是吃到了純元的紅利。所以當她嗓子毀了的時候，第一反應就是再也不能得寵了。我再也不能得寵了。安陵容的职場之路总結起來就是成也歌喉，敗也歌喉。失去了歌喉的安陵容在长街第2次攔下甄嬛，發生了一場玄妙無比的對話。陵容只有沾沾姐姐的福氣，便能化險為夷。有了姐姐，我還怕什麼呢？故事一涉及到陵容，就变得千回百轉，許多細節都遙相呼應，顯得奇妙無比。本期視頻我們就來解析一下歌喉對於陵容來說是什麼樣的存在，到底是誰毒啞了她的嗓子？陵容在長街那句沾了姐姐的福氣就能化險為夷，到底是什麼意思？上期我們講到，熹貴妃正式接管六宮，皇後中宮權力徹底被架空，連自己制度內最後一點保障老登的法定侍寢權都被熹貴妃拿來送人情。皇後娘娘徹底不忠了，连夜召開了久違的安琪拉會議。熹貴妃真是好福氣呀，一對龙鳳胎算是保了她一世的荣華富貴。宜修坐在炕上，仿佛霜打的茄子。雖然滴血驗親大綱已經列好了，但此時團隊凝聚力還差得遠。別人的團隊是這樣的，而自己的团队是這樣的。2員大將，一個將位，一個被貼上不祥標籤，都在皇上面前不得臉。這樣的團隊怎麼跟熹貴妃鬥呢？所以皇后一直念叨熹貴妃有福氣有孩子，是希望盡可能挑起2個手下對甄嬛的羨慕嫉妒恨。這種情況下，要說貼心嘴甜，那還得是咱們瓜溜，一句話暖到了皇后娘娘的心窩上。生下來算什麼本事，養得大才算本事。皇后滿臉慈愛地看了一眼瓜溜。眾所周知，皇后娘娘的大哥就是典型的生下來卻沒有養大，3歲的時候就不幸因病去世了。瓜溜是犯了忌諱卻不自知，估計皇后娘娘這些年也沒少挨瓜溜的罵，多少也已經習慣了。臣妾家裡有2個庶出的妹妹，臣妾和他們說不上話。對，但安陵容作為下屬，好不容易坐上了景仁宮的沙發，可不能任由瓜溜對皇後娘娘出言不遜。祺妹妹这話說得好輕巧，這話看上去是對人，其實是幫皇後說的。而且安陵容還稱呼她為祺妹妹，已經算是客氣了。可以看出，即使安陵容位分高於祺貴人，依舊不敢過分放肆。即使是這樣，瓜溜依舊覺得自己被冒犯了，加滿火力懟了回去。安嫔姐姐不祥，惠嫔懷着胎都忌諱着您。要是有您去熹貴妃宮裡多晃晃，熹貴妃的孩子還活得了嗎？都閉嘴！瓜溜說到惠嫔忌諱她的時候，陵容明顯有一個發狠的表情，可見她對這件事情耿耿於懷。這也是滴血驗親時她為什麼好端端要去驚嚇沈眉莊的原因之一。皇後的反應也是很偏心，明明是祺貴人說話難聽，但她卻礙於家庭背景，不敢真的直罵瓜溜，而是選擇各打50大板。一個一個幫不了本宮，還要起內訌，要你們有什麼用？陵容和瓜溜的矛盾在劇中早有鋪墊。甄嬛離宮後那幾年，安嫔、祺嫔在職場上幾乎沒有對手，皇后怕他倆位高得寵不好拿捏，於是挑撥他們內鬥。所以這些年他倆不光爭奪皇上的寵愛，還爭奪皇後的喜愛。比如有一次他倆從景仁宮出來，祺嫔還告誡安嫔不許跟自己爭寵，說皇後娘娘出身世家，自然也更喜歡世家女子。你這樣出身的人，能夠在皇後身邊伺候灑嫂，已經是你的福氣了，難道還要跟我爭奪寵信嗎？安陵容一邊氣出內傷，一邊還要乖乖應承。是，可見陵容這些年沒少受這位大小姐的氣。之前瓜溜世事拔尖還好，如今落了下風，在景仁宮都只能坐板凳，他哪咽得下這口氣？轉頭就去砸了安嫔的飯碗。老姐，我的嗓子，我再也不能得宠了。陵容嗓子被毀了之後，第一反應是擔心自己再也不能得寵了。大家都知道這是為什麼吧？嗓子是他吃飯的本事，之前一直得寵是因為老登喜歡聽他唱歌，但是歌聲动聽只是表層原因。大家回憶一下，陵容2次出道的時候，為什麼能一曲靈歌抵萬金，一下子把皇上從失戀失子的陰霾裡拯救出來呢？歌喉雖然還有所不及，可是已經有6、7分像了。沒錯，陵容能夠得寵的底層邏輯，是因為她的歌聲有幾分像純元。就像皇上寵於答應，並不是因為他會唱昆曲兒，而是因為以梅園中逆風如解意的純元光環。所以說，還是那句話，《甄嬛傳》就是一個巨大的晚晚淚傾。陵容這些年得寵，
和當年婉貴人頂着一張純圓臉得寵的基本原理類似。端妃、皇後這些老員工都是看破不說破，想到此處就給你一個迷之微笑。而有所不同的是，婉貴人并不知道這些，而安陵容卻是明白並且樂於利用這一點。陵容2次出道的各種隱藏劇情，我們在《細品甄嬛傳》第59期詳細拆解過，感興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安陵容被下毒，兇手一定是瓜溜，這一點在劇中有明確的指向。而且往湯藥裡面下毒這種作案手法，和在六龍石子路上亂丟鵝卵石是一毛一樣的作案風格，張狂直接，沒有任何掩飾。華妃死後，也就只有瓜溜能幹出来了。那麼有小伙伴可能會說，說不準是受皇後指使呢？你看宝娟那個迷之表情。沒錯，這些留白恰恰是這部劇最有趣的地方。根據宝娟的扮演者梁艺欣對劇本的理解，他認為寶娟並不知道那碗藥有毒。寶娟肯定是不知道這個是被下藥的，因為他一心一意為安陵容着想的時候，他希望他能平步青雲，他希望他能就是升官發財那樣子的，他怎麼可能會給他下藥呢？而且這個藥，我覺得個人就是對劇本的理解，這個藥也不是皇後下的，他一定是瓜溜下的。我個人也傾向這個說法，寶娟是皇後的間諜，可不是瓜溜的間諜，她不可能幫着對家砸自己家的飯碗。所以如果要他對自己家一人下毒，除非受到皇後指使。那麼皇后有理由去毒安陵容的嗓子嗎？最大的疑點就是事後宜修提過，說反正祺貴人已經下手了，乾脆就讓他的嗓子徹底壞掉等等。這話的意思其實很好理解，就是他事後一眼看出是祺貴人動手，但是並不打算為安嬪出頭。一方面，皇後會看在祺貴人的家庭背景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反正安嬪沒有家世背景，平時習慣了受委屈，那麼這次也是一樣，反正她也習慣了。另一方面，安陵容一直被天象所困，毫無鬥志，而皇後這邊實在是等不起了，她需要在滴血驗親的時候，手下所有員工都要拼盡全力，一起合力扳倒熹貴妃，所以皇後正好可以借這件事情把安陵容逼上絕境。所以整個事情發展的脈絡大概就是瓜溜暗中下手，皇後冷眼旁觀，或者事後立刻知道了但不出手，任由事情朝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发展。正是因为陵容預判了皇後這種態度，所以選擇攔住寶娟。他擔心皇後知道自己沒有利用價值之後，就會變成一枚棄子。我就成了一枚棄子，一枚棄子。我們看陵容的生存模式，就是要體現自己的價值。從前在甄嬛戰隊的時候，也是急於證明自己，所以跑去冷宮逼死了於嬰兒。陵容嗓子啞了之後，輸出夫婦有過這樣一段對話：丟了實權的皇後不得已在皇上面前強稱賢惠，說皇上昨天批了一整晚的折子，太辛苦了，熹貴妃又忙於照顧一對兒女，不便服侍皇上，要不你去找一找那些年輕的妃嬪吧。皇後這個時候已經看出熹貴妃不願意侍寢了，所以在隱晦地舉薦祺貴人，但皇上卻順勢想起了安嬪。安嬪吃傷了東西，恐怕再也不能唱了，真是可惜。他一邊嗑着瓜子兒，一邊表示可惜，這種態度本身就很輕蔑。皇上的可惜是他再也聽不到純元生替了，而不是真正關心陵容的遭遇。皇後也沒有護着陵容的意思，說他現在連話都不能好好說了。輸出夫婦再次表現出了一致的三觀，全都拿安陵容當工具人。皇上跟皇後繞了一個大圈，然後放下了瓜子兒，說：哎，我還是去惠嬪那兒吧。嬛嬛已經生育，就等着眉莊的好消息了。這就很有趣，皇上為什麼不給皇後面子去找祺貴人呢？因為他不敢。瓜家可是迫害甄家的主謀，熹貴妃這邊從來沒有停止過給皇上施壓。比如剛回宮的時候許諾甄嬛父母進宮的事兒，現在都生產了，也該兌現了吧？但是皇上卻一直找理由往後拖，直到生產之後，卻也只讓玉娆進了宮。所以甄嬛當眾表態：只是本宮家父仍是罪臣，皇上雖開恩召了2位老人家回來，可又有什麼意義？熹貴妃是一直緊盯着這件事，皇上是絕對不敢負寵瓜溜的。皇後的舉薦，皇上的回避，這背後隱藏的是皇後和甄嬛2大陣營之間的權力博弈。陵容和甄嬛的第2次1 v 1對話，和上一次如出一轍，都是安陵容在長街突然出現，姐姐，姐姐，拦下姐姐的叫念。是誰？上一次她還拿出了一個極具迷惑性的香囊，讓我們猜了好久。想看第1次長街對話解析的小伙伴，
請找《細品甄嬛傳》第122期視頻。玲瓏為什麼每次都要突然出現，在长街攔下甄嬛的轎子呢？這個做法說明她和甄嬛的心理距離已經疏遠到無法共處一室的地步了。在公共場合的好處就是簡單明確，達成目的之後可以隨時跑路。接下來我們就逐句解析這段對話。當然啊，為了保護版權，台詞主要還是由我口述。玲瓏自從被天象所困，後宮所有的公開場合再也沒有露過面，所以甄嬛很久沒有見過她了。坐在轎子裡，有些驚訝地上下打量玲瓏，這個目光讓處於低域的安陵容自尊心更加受挫，所以她立即開啟了防禦機制，說：數月不見，姐姐不記得玲瓏了嗎？言下之意是，姐姐如今是高高在上的熹貴妃，恐怕已經把我這個輕賤之人忘了吧。姐姐這個稱呼是貫穿本次對話的核心意象，大家留意下。甄嬛說，倒不是不記得，只是見妹妹身子如此單弱，想必心寒尤勝天寒。玲瓏嗓子壞了的事兒在宮中已經傳開了，所以甄嬛的心寒暗指她嗓子被下毒的事兒。你為了皇後賣命，卻成了殘次品被隨手丟棄，而且她還包庇下毒的人，這種心寒的滋味不好受吧？玲瓏說，我見慣了世態炎涼，習慣了人心輕賤，不怕心寒。這句話滿滿都是底層的絕望。玲瓏從小見慣了世態炎涼，身邊的人全都輕賤她，她早就習慣了。這個開場白就說明大家都清楚玲瓏的嗓子就是瓜溜動手，皇後縱容。在玲瓏的邏輯裡，皇後和祺貴人的輕賤是正常的，因為她壓根兒也沒對他們抱過什麼希望。但甄嬛不一樣，她所有對於人際關係的希望全都傾注在了姐姐身上，所以一旦發現姐姐對自己哪怕有一丁點不真心、不周到，她就會加倍仇恨。俩人第一回合博弈主要是圍繞玲瓏嗓子的試探。接下來甄嬛問，皇上令妹妹靜養避世，以免招惹事端，怎麼妹妹倒出來了呢？這是在打聽玲瓏此行的目的，而且還要順便往她肺管子上戳一下。你不是不降嗎？皇上都厭棄你了，怎麼還跑出來招惹事端？所以甄嬛說到靜養避世的時候，玲瓏明顯氣得深呼吸了一下，於是反擊道，旁人嫌我不祥，姐姐卻最清楚我是否不祥，哪裡不祥？之前在皇后宮裡，祺貴人諷刺玲瓏不祥的時候，玲瓏就特別生氣。現在她說不祥俩字的時候，眼睛裡也閃烁着仇恨和不甘。玲瓏話中嫌她不祥的那個旁人，就是指沈眉莊，指祺貴人，所以她要害死眉莊。當然，這句話就是玲瓏在表達，我知道是你設計，害我被貼上了不祥的標籤。甄嬛反手就是一個太極，本宮不過說了一句閒話，安妹妹怎麼就說自己是不祥之身了？這般自輕自賤，當真是叫本宮傷心。這話對付敏感的人最好用了。哎，我啥也沒說呀，你看你又多心。這麼多年過去了，在皇後手下一點長進都沒有，真令人難過。甄嬛接着說，且既然不便出門，為何還裝了這麼多心思在裡面？妹妹今日如此境地，安知不是素日操心太過？這句話是在告訴她，你的悲劇不是因為我，是因為你那顆永遠填不滿、一直在算計人的心。玲瓏聽甄嬛數落自己，露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神情。姐姐本知我是輕賤之人，世上貴人之多，難免將我更輕賤些。玲瓏只能自強。玲瓏世界中的貴人有誰呢？從一開始的夏冬春到富察貴人，到後來的祺貴人、皇後、沈眉莊、甄嬛，你們這些貴人都瞧不起我，我只能自強。她把所有的作惡都包裝成被迫自強，仿佛她害人都只是為了在這些貴人的縫隙裡面求生存而已。甄嬛玩了一個諧音梗，自強當然好，只是別用錯心機罔顧性命就好。人心不足機關算盡，往往過分自強，變成了自戕。接下來玲瓏奉上了本段最玄妙的發言，如今在宮中，論誰能強過姐姐呢？也沒有比玲瓏更無用無依的人了。姐姐是最有福氣之人，玲瓏只有沾沾姐姐的福氣，便能化險為夷。有了姐姐，我還怕什麼呢？玲瓏說這段話的時候，有一種平靜的風感，表面好像在向甄嬛投誠示好，實際上是在挑衅示威。我們先看前半句話，玲瓏把自己定義為無用無依的人，把甄嬛定義為最有福氣的人。潛台詞是，我現在什麼都沒有，而你有孩子，有權利，我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我什麼都豁得出去。对比上一次长街对话，他們之間還沒有這麼劍拔弩張，他還跟甄嬛說什麼自己想要彌補一二。當然，那些都是打迷魂陣，是希望借甄嬛的手扳倒瓜溜。而玲瓏嗓子被毒啞後，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
這次他來就是來徹底跟甄嬛宣戰的。以安陵容的性格，他是絕对沒有想過要回頭的。宣戰之後，他會拼盡全力復寵。我們再來看後半句，陵容沾沾姐姐的福氣，便能化險為夷。有了姐姐，我還怕什麼呢？最表面的意思是暗示從前陵容一直都靠蹭甄嬛的流量得寵，之後他也會持續這個策略。有了姐姐，我一定能翻身。我們再往深想一層，陵容特意強調姐姐的福氣，呼應皇後在開會的時候一直說熹貴妃真有福氣，說明皇後已經無聲挑起了陵容的嫉妒。所以陵容現在說這話，其實是在用陰狠的語調進行詛咒。他說是要沾姐姐的福氣，實際上是要破壞姐姐的福氣，謀害姐姐的孩子，把姐姐一起拖入地獄。我們再往深想一層，陵容一口一個姐姐，那份複雜的幽怨，是不是像极了皇後叫纯元姐姐？姐姐呀，姐姐，你真是本宫的好姐姐呀！哪怕死了那麼多年，您还是能夠幫着本宮，護着本宮啊。所以陵容口中的姐姐，既指代甄嬛，也指代纯元。而這裡的我，既指代陵容自己，也指代皇後。這麼多年，皇後一直靠沾纯元這個姐姐的福氣化險為夷。有了姐姐，無論是陵容這個妹妹，還是宜修這個妹妹，還怕什麼呢？這段真是細思極恐啊！大家細品，其實陵容的話語間也是在忍不住陰陽皇後這麼多年的生存策略。她已經明確發現了皇後對純元的虛情假意，她發现皇後對純元的感情和自己對甄嬛的感情是多麼的相似啊！而自己在皇後的安排之下對甄姐姐做的那些事情，很可能就是当年皇后對她的姐姐用過的招數。陵容稍微等量代换一下，就会明白当年纯元死亡的真相，是皇后殺了皇后。陵容和皇后两個人格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她看清楚了自己和皇后兩個陰影中的妹妹相似的悲劇宿命。當然啊，陵容現在說出這些，並不是想要幫助甄嬛，她只是恨皇後，忍不住要陰陽她。同時，大家記住這段話，等到後面陵容冰析復寵的時候，還有神奇的呼應。甄嬛自然沒有聽懂純元的這層意思，但她聽懂了陵容的宣戰，所以說借妹妹吉言，本宮自然記得妹妹對本宮是何等的姐妹情深，必然滴水之恩涌泉相報，絕不辜負。陵容針鋒相對地回了一句，妹妹也是如此，然後轉身離開。浣碧在旁邊也看懂了陵容的宣戰，所以建議甄嬛了結了她，但甄嬛沒有同意。很多觀眾都為甄嬛的錯誤決策而懊惱不已。確實啊，如果沒有安陵容，後面眉莊就不會出事兒了。不過甄嬛這個時候剛剛接管六宮，如果一上來就死了一位高階嬪妃，對自己鞏固權力十分不利。皇上雖然不重視安陵容，但難免會過問。皇後那邊更是會抓住這個天大的把柄，拼盡全力把甄嬛拉下馬。當然啊，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就是現階段的甄嬛還沒有起殺心，她對付安嬪、齊嬪都只是困住，並不加害。等到後面甄嬛失去的越來越多，她才變得越來越狠。那就別輕易放過她。不急。因此，面對發誓要瘋癲反擊的安嬪，熹貴妃主要策略就是皮敵，也就是安排六宮的牆頭草們過去搗搗亂，讓她日子難過些，沒有精力害人。和之前用天象困住她是類似的做法。北京的冬天如果沒有暖氣，是真的會凍死人的。當年甄嬛還是婉常在的時候就經歷過，在甘露寺時的莫愁經歷過，如今安陵容也經歷了。但熹嬪兩個人的心智是完全不同的。婉常在內心富足，她知道眼前的苦是蟄伏，她相信自己，相信這一切都會過去。家世與教養讓她有一份篤定。莫愁呢，是經歷了人生大劫難，心灰意冷，但也不自暴自棄、怨天尤人，而是一種被摧毀之後又重新生長出來的堅韌。她心中的火苗看似微弱，但卻從未熄滅。安陵容內心卻是空洞的，外界一旦變得不富足，她原本不富足的內心就會更加貧瘠。即使經歷了這麼多，她從安答應一步步變成了安嬪，她的內心依舊是貧瘠的。自己的內心沒有火苗，只有不斷從外界索取來照亮自己。一旦光滅了，她就會陷入無邊無際的黑暗。而就在安陵容陷入絕境的時候，簡秋來了。鬧什麼？大家看簡秋扮演雪中送炭的時候，安陵容的表情。簡秋說着漂亮話，什麼雖然娘娘也在困頓之中，可從來沒有忘記過小主你呀，這不讓我帶來了棉被和炭火，你也好安心過冬了呀。安陵容聽着這話，臉上沒有絲毫的感激，
他真正感激的表情是这樣的：今日之恩，没齿难忘。他太明白皇后的把戏了，皇后就是故意等到自己陷入绝境，才派简秋带着冰溪的计谋前来，逼迫自己继續為他賣命，榨取自己最後的價值。一個人只有到了絕境，才懂得反抗，才懂得義無反顧。而且聽聽簡秋的處罰，延禧宮的宮女不能護主，罰俸1個月；康常在珍嬪身邊的人不能勸諫小主雪天胡鬧，罰俸3個月。這不僅罰了破產姐妹的隨從，還罰了安陵容的手下。寶娟招誰惹誰了？好端端丟了1個月的工資。皇後這哪是向着安陵容啊，這又是各打了50大板。等簡秋辦完差事回到景仁宮，皇後問了一句：“都好了嗎？”簡秋答：“都好了。”這種心照不宣，就說明皇後把安陵容拿捏得明明白白。之後皇後又說了一段很經典的話：“本宮讓你教他是成全他。反正祺貴人已經下手了，安嬪的嗓子也很難再好了，本宮就乾脆讓他全壞了吧。”連寧貴人的鸚鵡都懂得吟詩了，他也該想想別的出路了。這段話簡直把皇後的冷血陰狠刻畫得淋漓盡致。她把自己 PUA 陵容說成是為她好，意思是與其把希望寄托在恢復歌聲這個渺茫的希望上，還不如徹底放棄，尋找新的得寵方式。她用寧貴人的鸚鵡來類比安陵容，一方面說明在皇後眼裡，安陵容只是一枚棋子，一隻會唱歌的黃鸝鳥，這為後面離妃的稱號埋下伏筆。另一方面，說明皇後明白，安陵容在金主皇上眼裡也只是一個純元生娣而已。失去了歌喉的安陵容，開啟了更加極端的方式蹭純元的流量。陵容在除夕的冰溪義舞，其實是甄嬛和皇後之間的純元之爭。安陵容的才藝越多，就越不像人。而可悲的是，安陵容通過冰溪復寵，不過是回光返照，從姐姐不要的恩寵碗邊扒了一口飯吃而已。下一期的視頻正在加緊制作中，喜歡本期視頻的小夥伴別忘了點讚訂閱，並且把小鈴鐺打開，這樣咱們下期的紫禁城聯歡會就能第一時間遞到你面前了。也歡迎你在評論區告訴我你對卷王安陵容的見解。我是樹懶，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啦，拜拜。